我们前一支影片讨论了雇主无预警调整员工的工作时段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看过了吗？其实有关于工作时间的争议呢，在劳资关系的领域真的是蛮常见的。像是我们有时候咨询的时候啊，很常会被问到，如果员工早上迟到了，或是有请假的状况，那么雇主是否可以要求员工晚上用加班来抵扣，就不另外去计算加班费了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实际上啊，有很多地方需要厘清，才可以判断哪一方的主张比较合理。所以这支影片呢，就想来跟各位聊聊一下这个议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首先，我想直接举例开头所说的情境，或许大家会更快理解我们所要讨论的状况。假设呢，每个劳工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之间，并且中午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某一天呢，早上劳工因为有事情请假了3个小时，晚上也留下来加班了3个小时。那这样子的话，公司可以主张员工直接用晚上的加班时数来折抵掉早上的请假时数，而不去扣发薪资，或是直接就不发给加班费吗？其实原则上是不行的，在劳资双方约定好的工作时间之内，劳工就有准时出勤，并且确实提供劳务的义务。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没有办法出勤的话，则应该是要用请假的方式来免除掉提供劳务的义务。但是依照劳动部过去的解释呢，这段期间呢，仍然是应与当天工作时间合并计算。所以在劳资双方没有特别协议的情况之下呢，只能够依照劳工所请求的价别来决定是否要给薪。如果有约定全勤奖金的话，也应该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依照原本约定的情况来计算。也就是说啊，从我们前面提的案例来看，就算劳工早上请了3个小时的事假，可是当天的总工作时间其实应该是11小时。就算3小时的事假可以依法不给薪，可是后面加班的3个小时啊，仍然要依法计给 1.34 倍以及 1.67 倍的加班费。如果在劳资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之下呢，雇主就径自抵扣，可能就会导致当月所计算的薪资未达到加班费的法定费率基准，是有机会会违反劳基法第24条规定的。除此之外呢，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之下，雇主搞不好还有可能会让劳工超时工作，而面临到另外一项处罚。再进一步举例来说啊，假如员工早上请假了1个小时，也就是9点到10点之间是没有来工作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又继续加班了5个小时。原本想说扣掉休息时间之后，实际上在工作的时间应该刚好是12个小时吧？如果有依照上面的规定去计算加班费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吧？恐怕不是的。虽然实际上的工作时段呢只有12小时，但是由于早上请假的时间仍然是原约定正常工作时间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案例中呢，实际的工作时间应该是13小时，这样子就可能已经违反了劳基法第32条第2项规定，还是有可能会面临到2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前面提到的状况啊，大多是一般劳工在没有跟雇主达成共识的情况之下，就被进行抵扣了加班时数。但是如果劳工也同意直接用当天晚上的加班时数来抵掉早上的请假时数，这样子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吗？恐怕对资方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风险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所谓的负时数呢？这其实是一种雇主在违法的情况之下采用的工时记录以及薪资计算方式。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通常是雇主在业务淡季啊，或是订单不足的时候，片面要求劳工提早下班，或者干脆就不用出勤了，并且将这些没有出勤工作的时数呢，当作劳工积欠公司的工时。等到以后业务比较忙的时候啊，再要求劳工用无薪加班的方式呢，来去偿还这些时数，借此规避掉发给法定加班费的责任。实务上啊，就有很多的医疗院所，因为无法事前掌握住院病患的状况，也会用负时数的方式来去要求护理师日后要去补时数，或甚至在员工提离职的时候，要求把班补上完才可以走。这些其实都是不合理又是违法的制度。再进一步来说啊，无法提供足够工作是雇主应该要承担的经营风险，并不能任意的把这样子的风险转嫁给劳工。所以站在劳工的立场啊，即使是因为雇主片面主张而实际上没有出勤，其实仍然可以依照民法第487条第1项前段的规定，主张是雇主受领劳务迟延，进而要求不能减薪，也不可以要求在之后补上班。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啊，
假设劳工呢是在早上的时候因为个人的原因而没有出勤，虽然是不可归责于雇主的，可是逻辑上是先积欠的时数，到了晚上的时候再用加班的方式来偿还时数。坦白说，听起来感觉跟负时数的制度是很接近的。就算劳工自愿采用这样子的方式处理，对于雇主来说呢，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听到这边呢，很多雇主们应该都会心想，那我究竟要怎么做还比较好呢？其实制度上很简单，如果劳工在早上的时候的缺勤时段，希望不要被认定为请假，而自愿在晚上补足加班时数的话，这个时候劳资双方其实可以经过协议之后，约定变更当天原本的工作开始以及终止的时间。经过这样子的协议变更之后，早上没出勤的时段就不再是原约定正常工时的一步，也不会有前面所说的超时工作的疑虑了。当然呢，要变更这样子上下班时间的协议，通常会建议最好用书面的方式来留下证明，这样子才看得出来劳资双方呢是合意调整上下班时间的，避免日后还有其他的争议产生。今天影片所讨论的议题呢，其实应该是蛮多雇主会遇到的。毕竟有时候对雇主来说，会希望给员工多一点的弹性，可是又不想违法。但是每次都要在个别协商调整工作时间，感觉又会多了很多沟通上的成本。这样子有什么从制度上解套的方式吗？或许可以考虑尝试采用弹性上下班的制度哦。其实感觉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上班时间都比以前还要来得晚一点了。除了一些职务可能要配合政府机关的作业时间，不得不维持僵化的工作时段，在现代的工作者有多元需求的情况之下，采用弹性的上下班制度呢，或许是不错的做法。具体来说像是原本表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采用弹性措施之后，让员工可以在8点到9点之间出勤，那下班的时间呢，就会联动调整成下午5点到6点之间，也就是上满8个小时后才可以下班。但是如果9点之后才上班的话，就会计算为迟到了。而要从8点来开始算迟到呢，或是从9点才开始计算，这个就应该要由劳资双方事前明确约定好了。对员工来说，弹性上下班制度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让员工可以更从容的去应对家庭事务，例如要接送小孩或是照顾长辈，也可以有效的避开交通最拥塞的尖峰时段，大幅降低了通勤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以及心理压力。对雇主来说透过这种成本增加相对有限的措施，应该也可以提高留采的几率，也更能够塑造出开放人性化的雇主品牌形象。而且从这支影片讨论的主题来看，或许也比较能够降低争议发生的几率咯。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啦，希望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咯。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